听到这话，罗伊瞬间崩溃了，他泣不成声，瘫倒在地。从此，罗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许久之后，报纸的头条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上面写着罗伊要作为韩国慰安妇的代表，去国际法庭起诉日本在2战犯下的暴行。原来，这个让他们讨厌的魔鬼奶奶，竟然是一名慰安妇。1943年，罗伊被日军抓走，成了一名慰安妇。他受不了这番侮辱，上吊自杀了。可被同为慰安妇的郑兴救了下来。他告诉罗伊，如果坚强的活下去，我们可以每天祈祷日本被打败，但死了什么都没了。终于有一天，日本战败了，他们好歹是活了下来。但回到韩国，弟弟不认他，妈妈也在死前要他发誓，绝不能让外人知道这段家族耻辱的经历。为了母亲的遗愿，他选择孤单的过一生。而郑兴不同，他这半辈子都在各国奔走，希望国际法庭能公开审判日本对慰安妇的罪行。终于，审判的日子定下来了，但郑兴病重在床，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能代表慰安妇出庭。看着病重的老友，罗伊很伤心。他何尝不是跟所有慰安妇一样，希望得到日本的一个道歉呢？他决定替郑兴去国际法庭，代表所有慰安妇，也代表他自己。看到这里，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了。小卖部的老板娘也为他以前对罗伊的轻薄后悔。 진즉에 얘기를 하지. 그 긴 세월을 혼자서. 아이고, 얼마나 힘드셨었고, 아픈 건 때렸었고. 阿俊也主动找上门，一字一句的教他英语。他要让奶奶在国际法庭上亲口指认日本犯下的罪行。开庭的日子到了，两个日方代表为了逃避责任，说罗伊是被人花钱雇来抹黑日本的，日本根本没有所谓的慰安妇。听到这话，罗伊心如刀绞，往日的经历刺痛着他，让他一时半会儿说不出话。日方代表趁机让保安上去把他带下来。就在保安快要上台的时候，罗伊咬着牙站起身，撩起自己的衣服，腹部上的疤痕和日语的涂鸦，这就是日本暴行的有力罪证。这一刻，在场的法官和听证人员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沉默了。 This must be remembered. Japan committe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But there has been no sincere apology for the comfort of women issue. We are not asking for too much. Just for you to acknowledge your wrongdoings, then apologize before it is too late. 这段发言引起台下轰鸣般的掌声。最终，慰安妇决议案以3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这是国际上首次承认慰安妇的存在。不用说也知道，那2张反对票是日方代表投的。而可笑的是，即便铁证如山，日本依然不承认他们犯下的弥天大罪。而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罗伊直到离开人世，也没能等到日方的道歉。在2战时期，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韩国和菲律宾，以及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945年，日军最终被我国战败，许多慰安妇本来可以从此脱离苦海，但日军在撤退时，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然在投降前夕杀害了在他们手上的许多慰安妇。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后，并没有多少慰安妇存活下来，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女人从慰安所逃了出来。日本一直不承认，是想用时间来抹去记忆，但我们一定会铭记这令我们无比屈辱的历史，也不会再让这段历史悲剧重新上演。